一向哥布林王的银靴子。他眼角的余光注意到，琥珀也不敢直视，娇小的身躯轻微的颤抖着，似乎无法动弹。这估计不是哥布林王针对他释放的能力，而是王自带的高位压制。这源自高位种族对低位种族的位格压制，例如妖龙的龙威。哥布林王是如此。真正的上位种族王观察着努尔的反应，再次开口：“孩子，你自称贤者。”努尔微微抬起视线，他清晰地说着：“启禀吴王，是的，但臣子只是冒充贤者。”大殿内顿时有了不小的骚动，哥布林们的议论声此起彼伏。王随意地抬起一只手，殿内又回归了死水一般的寂静。他简短地说道：“理由。”努尔抬起头，接触到了哥布林王尖锐的目光，如被一根冰刺扎入肺腑，浑身发凉。他不卑不亢地陈述道：“禀告吴王，此番冒大不韪，实为斗胆毛遂之事。自荐之策，让罪臣得获觐见吴王之计。罪臣空有满腹经纶，愿报效吴王。族群久矣，苦于久无良机。适逢闻吴王寻贤者，故生此策。罪臣甘愿领罪受罚，但请吴王先听罪臣一言，再行处置。”大殿内的其他哥布林们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这真的是几个月大的小崽子应该讲的话。即使不是哥布林贤者，这也是个新的逆天物种吧？同年纪的哥布林幼崽，此时尚未植入哥布林语天赋，连听懂同类语言都是问题，更不用说讲话了。哥布林王不动声色道：“虽年岁尚幼，却能说善道，看得出来，你说自己有真才实学。我不是信口开河，不过不用费心说正式语，老夫很欣赏。但这群蠢货是听不懂的。”他扫了一眼王座下正在挠脑袋、满脸疑惑第一哥布林们，请继续。吴王明鉴。一路上，我观察了王的臣民与军队，主要是他们使用冷兵器或魔法，但没有发现火炮、火枪，不知道王是否对火器感兴趣。哥布林们更加疑惑了，什么东西？王略微沉应道：“老夫见过人类军队使用大炮轰击堡垒，你是说你知道如何制造这种武器？”努尔颔首正是，要激发火炮，最重要的材料是火药，而王的国土并不缺它的原料。他来时一路观察，注意到部分石洞壁附着有大量白色的结晶状矿物，消失。此外，经过一片环境温度较高的区域时，他还闻到了微弱的独属于硫磺的刺激性气味。这处哥布林巢穴有部分区域是藏在火山口附近的，没有条件开采石油等资源的情况下，火山口就是获取硫磺最便捷的途径。而硝石纯化为硝酸钾后，与硫磺木炭按一定比例混合，就能制造最原始的火药。努尔将上述告知哥布林王后，大殿内又是一阵沉默。王饶有兴趣地问：“老夫确实收藏有4门火炮，是早年从人类处缴获的，先前不知原理，所以只能荒废。如果交给你负责，你能在短期内让卫队用上火炮吗？”“可以。”努尔点头道：“不仅是火炮，关于族群的粮食、水源等方面，我也有些心得。若巫王需要，也可为王一一道来。”哥布林王笑道：“甚好，甚好，如此胆魄与见识。孩子，你是从哪学来的？”努尔恭敬地说道：“回巫王，这些都是我刚出生时就自然而然地知道了。”啊！底下低哥布林中有的终于忍不住了，惊愕出声：“别太荒谬，某种意义上确实没说错，就是这是我出生脑海里自带的上辈子的。”努尔感觉哥布林王周身的气息某一刻都变得有些不稳定起来，他沉思了一会，说道：“如果所言为实，孩子，你确实极为特殊，且让老夫鉴定一下。”大殿内所有低哥布林都竖起了尖耳朵。过了半晌，哥布林王才开口：“你确实不是哥布林贤者，但你有着百年难遇，甚至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优异天赋。孩子，今天开始，你搬到后殿某处居住，老夫将亲自教导你。”大殿内低哥布林们瞬间沸腾了，王居然打算收弟子！一头大哥布林眼睛都瞪圆了，今天到底是怎么了？先是一个崽子不仅会说话，还一直发表无法理解的言论，然后那个连一个儿子都没有的孤傲低哥布林王居然打算收这个崽子为徒，他都怀疑自己是不是被不知不觉下了迷幻药，现在看的都是幻觉。哥布林王冷冷地扫射了一圈，大殿内所有哥布林瞬间噤声。他继续说道：“我会给你4只高级女奴为赏赐，让他们专门负责你的日常生活，有无问题？”大殿内差点又引发一轮聒噪。如果说哥布林们之前的情绪主要是疑惑与沉迷、震惊，那现在就是纯粹的嫉妒。这个级别的赏赐，在场的绝大部分哥布林一辈子都接触不到。努尔有些犹豫，尽管他猜测过哥布林王所有可能的反应，但王的表现还是出乎了他的意料。从其余哥布林的反应来看，这种规模的赏赐，就算在哥布林社会也是极其反常的。这对他一个几个月大的幼崽来说很不对劲。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是个烫手山芋。接受，接下来的日子就有可能与大殿内其他哥布林为敌；不接受，就是不给王面子。努尔很快想明白了，对他而言，这正好是个顺水推舟，实现他真正目的好机会。他真诚地说：“为吴王，我对王的恩情无以为报，感激不尽，但还请容我推脱赏赐。我请求另外的赏赐。”哥布林王不动声色道：“说出你的要求，我请求由吴母来照顾我。”这次不止殿内的哥布林们，连哥布林王都感到略微诧异了。他的目光又在琥珀的身上仔细打量了一番，似乎想鉴定有何特殊。与逆天的努尔相比，显然只是个姿色姣好、天赋却很平庸的精灵萝莉。哥布林王再次开口：“你原来想干你妈？”大殿内瞬间爆发出了一阵粗俗不堪的笑声。努尔眼角余光注意到本就因听不懂而略显不安的琥珀，此时幅度很大的震颤了一下，几乎快要瘫在地上。努尔明白了，他应该是对类似的哥布林笑声有着极其痛苦的记忆。他悄悄握住了琥珀的手，施加些许力度与温暖，想要让他稍稍安心，让他的状况逐渐变得稳定。不会有事的，相信我。哥布林王特意等了一会，才抬手示意肃静。你要知道，老夫赏给你的可是高级女奴4只。他的言外之意是这奖励比琥珀好太多了。努尔言简意赅的回答：“禀告巫王，我的母亲自我出生起，一直悉心养育教导我，对我照顾有加。我想报答母亲，也不愿与她分离，故作此请求。”哥布林王沉默了一会，他似乎在确认努尔的话是否可信。他最终开口：“可老夫就把你的生母赏赐给你。”
他现在是你的私有物了，你们可以离开了，会有骑士带领你们前往后殿的居所。努尔迅速起身行礼，感激不尽。只要琥珀不用再被迫参与哥布林们的繁衍，经受折磨，他的目的就达到了。哥布林们走光后，大殿内只剩下了仍坐着低哥布林王与他旁边那2个穿戴红色礼冠低哥布林神官。其实我从一开始就没期望过什么哥布林贤者。哥布林王懒洋洋地说，只是恰好听到一个屁点大的崽子自称贤者的声音。笑话，就想找点乐子看看，没想到确实有意外惊喜。2位神官互相看了一眼，其中一位缓缓开口：“吴王，请说，千载难逢的天赋只是说辞吧？那崽子的真正天赋是什么？”王姿势随意地靠在椅背上，轻描淡写地说：“哥布林王。”除了王以外的第2个哥布林王，尽管长期追随在王的左右，见过不少大风大浪，2个神官依然震战不已。这确实不能明说。另一名神官不由得压低了声音：“一山不容二虎，一个人类王国只能有一个国王，一个哥布林王国也是如此。您是要秘密的将可能的威胁扼杀在摇篮里，那老夫也舍不得。这家伙虽然年幼，见识与胆魄比我手下这帮酒囊饭袋们好太多了，甚至清楚老夫不知道的知识。就算去掉哥布林王的天赋，这也是一个真正的谋士。”哥布林王饶有兴趣地说着：“不过这崽子还有一点特殊的地方，让老夫确实完全不再考虑杀死他了。”神官思索了一下，还是没明白努尔的特殊之处在哪里。他询问道：“为何？这崽子性子特殊，他懂得感恩，会主动报答他的生母。这可不像哥布林，更像人类、矮人、精灵种族的特性。不过暗部告诉老夫，还是这崽子一出生就差点杀死与他争买吃的同类，这代表他的性格也确实受到了评估。哥布林王天赋的影响远比同族要暴虐残忍，2种极端对立的东西却在一只幼崽身上早早实现了统一。你们不觉得这很有意思吗？”神官茅塞顿开，所以您才给予他最高档次的赏赐，并要亲自教育他。王对他好，他就不会背叛，再暴力也是可控的。差不多，王笑道。哥布林王的天赋意味着他将有不亚于老夫的实力，而懂得感恩意味着他将有绝对的忠诚，再加上敏锐的头脑与神秘的知识储备。神官恍然大悟，所以他将会成为王最忠诚最强大的宝剑。哥布林王缺指示。他笑了一下，不再做回答。他懒散地挥了一下手，正好装模作样一整天，老夫也累了，你们回去吧。2名哥布林神官依次行礼，有序离去，只留下丑陋的哥布林王独自待在破败但依然不失恢宏的大殿里。他抬起头，望向古城华丽的天花板，望向天花板之上的厚实的眼睛，望向土层之外那片灿烂而浩瀚的星空。王的眼神愈发深邃。你听说了吗？火山那边发现哥布林的踪迹了，据说很可能是一直在找的大型巢穴，别又是假消息吧？我还记得上次兴师动众说找到老巢了，结果呢？结果里几百号人像抓鸡一样，到处抓10几只低级哥布林，笑死！那你就搞错了。接待员小姐暗中向我透露了，这次是军方那边的情报，很大概率是真家伙。王国边陲重镇冒险家协会分部，3两的冒险者坐在修补了很多次的木椅上，大口灌着冰镇小麦酒，正讨论得热火朝天。不时有冒险者队伍进出，与前台的接待员们交接着委托与悬赏，传递着钱币与狩猎目标的毛皮、利齿等珍贵材料。协会的角落此时正坐着几个种族与形态皆各异的冒险者，其中一只僧侣打扮的蜥蜴人说道：“我记得这次是在与魔族领地交界的火山群系那边，哥布林岛在其次，魔族那边真的没问题吗？他们赶来就正好一起打了。”手里捧着不知道第多少杯啤酒的矮人嘟囔着。作为一名矮人，他很少见得穿着一件术士服还喝呢。你今晚干脆用酒洗澡得了。一位苗条的精灵弓手不满地骂着。诸位，魔族那边不用担心了，我这边不久前收到的消息，驻守军团已经派遣使臣与魔族交涉过了，他们表明只要不进攻魔界，就不会干扰剿灭哥布林的行动。在消灭哥布林这件事上，魔族的态度和人类、精灵等种族出奇的一致，天下苦哥布林久矣，无视了矮人用酒洗澡，正合我意。一位身披洁白教袍的小神官说道。教会这次也会派遣多名神官参与行动，另外教会还拜托转交一件东西。他将一封邮件拿了出来，是一张来自军队的邀请函。随后他将邀请函递给了一个几乎不怎么说话、沉默着查看魔法卷轴的人。他全身披着厚实的铁甲，戴着无法看出面目全非的军装，这木地铁质头盔上面也有些许臭迹和伤痕。和几个队友相比，这人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他接下邀请函，低声说了一句谢谢。小神官有些俏皮地笑着说，作为专业人士，这是军队专门给你的剿灭哥布林联合行动邀请函。残欧哥布林杀手先生，喷！伴随着火光与震耳欲聋的炮响，一枚弹丸飞出了炮管，呼啸而过，在空中划出一道漂亮的抛物线，将一堆落好的石头击得粉碎。周围低哥布林工匠们顿时欢呼雀跃起来，都强调多少次了，不要在洞穴里放炮。努尔无奈地摇了摇头，然后他就被激动的工匠们抓住，高高的抛向空中。自从努尔出生后，已经快过去1年了。哥布林王命令努尔率领技术最好低哥布林工匠，全力研究火炮。但计划一开始其实并不顺利，影响火力。火药能否按要求激发的条件很多，单拿配比来说，如果硫磺配比过多，火药确实容易爆炸，但是炸的是泡糖；如果木炭配比过多，火药就更倾向于缓慢燃烧，更不用说还有木炭的选择、硝石与硫磺的提纯、火药加工过程等等因素，每一项都至关重要。努尔上辈子因为个人兴趣详细了解过火药制造的历史，但这只有自己尝试制造才明白，理论和实践根本就是两码事。于是他就带着茫然的哥布林工匠们一步步试错，时不时把自己炸得灰头土脸，再由一旁逃离。蹲守低哥布林萨满治疗，前几个月可以说几乎没有成效，但哥布林王却很有耐心，一如既往地向他们倾斜资源。终于在他们找对了稳定的火药的配方，比与加工流程后，火炮成功发射了。这有啥好庆祝的？要提高装药速度，再弄得水魔法快，快速冷却清理泡汤，标定蛋糕，这抛才有实战意义。
努尔被一头兴奋的哥布林工匠狠狠塞了一块烤猪肉，别卷了，别卷了，给我吃。另一头工匠又将一壶粗酿啤酒灌入了他的嘴里。庆功宴结束后，努尔才滚圆着肚子，提着一篮子水果，回到了自己与琥珀的房间。在努尔毛遂自荐后的当天晚上，努尔与琥珀就一同住进了古城后殿的某处房间里，距离哥布林王的寝室不是很远。他们睡在铺着2层被褥的石床上，房间内有着零星的家具，甚至还有一套独立的厕所浴室，供水是清澈甘甜的地下水。努尔推测来自于古城以前修建的供水系统。琥珀也不再仅靠瀑布遮蔽身体，而是有了几件勉强合身的连衣短裙与睡裙，几件女性丝织内裤，几双完好的过膝袜，甚至还有一双试衣裤，白色蕾丝吊带袜。努尔怀疑这是哥布林王在家带私货和一双鹿皮靴子，这些衣物拿到手的时候都很新。努尔推测大概来自哥布林们不久前俘虏的一支倒霉的冒险者新人小队，他们的生活水平有了质的飞跃，有时候在早晨，有时候接近傍晚，哥布林王就会来他们的房间教导努尔一系列知识，包括学习哥布林语、传授基本的战斗技艺、了解哥布林族乃至异世界的相关常识以及思想教育。努尔的学习速度自然也没有让哥布林王失望。基于这具身体的惊人天赋与他认真学习的态度，将近1岁时，他就已经熟悉了哥布林近身格斗术，精通部分武器，甚至对魔法与巫术也展现了极高的亲和力。知识方面，努尔也初步掌握了魔族通用语等多种语言，对这个异世界的常识有了进一步的理解。而同时期的低级哥布林们大多在初步学会哥布林语后便放飞自我，性成熟后更是迅速多了，整日在配种洞穴里寻欢作乐。另一方面，哥布林王确实没对琥珀出手，也没允许其他哥布林接触，将他视为了努尔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王甚至偶尔还送些小礼物给这只娇小的萝莉精灵，不过琥珀基本拒绝了他的好意。不光是哥布林王，他对所有哥布林的态度都是相当冷漠与厌恶的，只在努尔面前才会展现最温柔的一面。至于其他哥布林对努尔的看法，一开始确实有不少哥布林对于努尔的超规格待遇颇有微词，但随着努尔的优秀逐渐展现出来，再加上他习惯放低身价，到哪都能混熟的交际能力，绝大部分都彻底认同了王的决定，认可了努尔的资质与待遇，有的甚至会开玩笑叫他王的义子。除了一只瞎了右眼的低级哥布林，经过萨满的及时救治，他从被努尔攻击造成的濒死伤势中侥幸存活，右眼部分布满了放射状的白色疤痕，因此哥布林们习惯喊他独眼。自然，那时对努尔的恐惧也深深镌刻了在他的记忆深处，与之伴随的便是刻骨铭心的愤懑与仇恨。当独眼看到努尔不但没有受到什么惩罚，甚至还被王所重视，成为了哥布林中的焦点时，他的极度仇视之情更是溢于言表。不过，独眼自认为伪装得很好，他没有与努尔起过明面上的冲突，聊天时十分友善，甚至可以说是表面朋友的程度。如果忽略右眼处的疤痕，他就是众多寻常的乐于与努尔交好的哥布林之一。独眼一直在暗中等待机会，等待一个突袭努尔反败为胜的机会。他要重伤努尔，让其丧失战斗力，然后让努尔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强暴他。他最重视的萝莉母亲，他没想到的是，努尔早就已经注意他了。深秋时节，巢穴内正逐渐变得寒冷，哥布林们并没有穿厚衣物的习惯，于是，在多处燃起熊熊的火堆，拜托哥布林萨满使用吸收烟雾的巫术，一群群的聚在火堆周围烤火。这一天，哥布林王正如往常一样教导着努尔。当他看到努尔的手掌心凝聚出了一小片小团水球时，满意地点了下头。很好，你已经完全掌握如何用魔力从空气中抽取水蒸气，再将其凝聚液化的步骤了。明天再继续教下一步。努尔开口道：“王，我有一件个人私事需要向您请教。”哥布林王微不可见地皱了下眉毛，他很少见到努尔提出课程以外的事，说：“您知道我出生时伤过一只哥布林幼崽吧？他瞎了右眼，名字是独眼。”努尔叹了口气，我也清楚地认识了自己的错误，想过补偿他，与他真正和解，但他早就表示不在意了。王马上明白了努尔的言外之意，我随意地问道：“努尔私下讲话不用拐弯抹角，你想让老夫直接弄死他？不必劳驾吴王。”努尔很清楚，除非对方直接违反了巢穴的规则，否则哥布林王不会亲自下场。我只是想问，到时候我可以动手吗？王沉吟了一下，不能主动攻击其他同族，否则即使你是我的得意学生，老夫到时候也不会减轻一分你应有的罪责。很好，有这句话做保证就放心了。努尔并没有与独眼明面上闹翻过，但他仍然决定保险一点。如果只有他自己也就罢了，以努尔与独眼的绝对实力差距，独眼是翻不出什么花样的。但是独眼的目标大概也包含琥珀，那就不能放任潜在的威胁不管。琥珀是他唯一的逆鳞。努尔熟练的行礼，学生以铭记于心，多谢吴王教诲。喝酒，喝酒。独眼居住的洞穴内，几头哥布林席地而坐，正围着喝酒。普通哥布林买不起，也没资格享用抢来的人类、矮人与兽人酿造的美酒，所以喝的都是哥布林们用自种小麦酿造的劣质啤酒，滋味确实不怎么样，但又总比没有好。那大炮是真厉害！一头低级哥布林打了个酒嗝，又开始吹嘘自己不知从哪里听来的编了几个版本的新闻。你们是不知道吗？他笑道。绳一拉，一声火光，轰的一下，洞穴的天花板都直接被打穿了。这踏马比魔法好用多了。得了吧，你咋不说太阳都被射穿了？另一头哥布林讥讽道。独眼笑道：“大哥说话有些夸张了，不过那炮的威力确实厉害，王都对此赞赏不已。”他感叹道：“和我同一批出生，怎么哥布林与哥布林的差距就这么大呢？”低级哥布林想到了什么，醉醺醺地问道：“说起来，独眼老弟好像就是出生时被王的义子弄瞎了一只眼睛吧？你不恨他吗？”独眼愣了一下，随后大笑道：“早就不恨了，毕竟刚出生啥都不懂，他后面也主动对我示好，向我道过歉，我也习惯一只眼睛看东西了。当然，要是他弄瞎我2只眼睛，那我肯定不会轻易放过他。不愧是独眼老爹，心胸开阔，有此心性，我觉得你以后必有大作为。不过，低级哥布林吐槽了一句：“我觉得你要是真被弄瞎双眼，那现在就不能和我们喝酒了。”哈哈，各位前辈，
喝酒怎么少得了下酒菜？我特意送了些来给诸位助兴。一个崭新陌生的又很熟悉的声音响起，独眼正在回答，下意识地睁开醉眼一看，顿时竟给酒醒大半。哥布林王的当红义子努尔不知什么时候